你发现没有？现在大家普遍都不接电话了，95400开头的号码不接，座机号码不接，甚至是号码归属地显示本地的也不接了。不接陌生号码，几乎已经成了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默契。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4号。现在14亿中国人都不敢接电话了，手机一响，除非确定是外卖或者快递到了，否则脑子里面第一个念头就是挂掉，不回拨，不好奇，不犹豫，连万一有急事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毛病，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了。骚扰和诈骗以一己之力毁掉了14亿人的通讯习惯。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博主的观点，看看自己是否有一样的想法。直接看视频。宣传了这么多年的反诈 APP， 他没有做到的事儿，诈骗团伙反倒是圆满的帮我们完成了。放眼当下，中国大概是全球首个集体戒掉电话的国度，陌生号秒挂，外地号不碰，老式座机号直接静音，就连标注着官方认证的客服热线，多数人也懒得多看一眼，手指下意识的就按下挂断键，全民默契的标记拉黑屏蔽。外人看着像是人情愈发淡薄，可谁都清楚这哪里是冷漠呀，不过是在没完没了的诈骗、推销、催收轮番轰炸下练出来的一个保命本能。说起来实在是滑稽又讽刺，各方发力推广的反诈 APP， 铺天盖地的宣传预警，费尽心力没能实现的全民反诈，到头来反倒被诈骗团伙亲手的落地了。曾几何时，电话铃响是件暖心的事，一通来电连着远方家人的惦念，载着老友闲谈的欢喜，突发急事也能第一时间传递信息。那时候听见铃声，心里多是一份的期待。但是如今呢，电话一响，第一反应再也不是谁找我，而是条件反射般的绷紧神经，又来骗子了。这不是什么小题大做了，是一次次踩坑受惊后被现实狠狠磨出来的生存法则。工信部的数据摆在我们的眼前呀，2025年全年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超64亿次，国家反诈中心每日预警指令更是超200万条，层层拦截，步步提醒，可架不住 AI 外呼技术泛滥，骚扰来电如同野火烧不尽。今天刚拉黑一批，明天又冒出来一堆，一天接到5、6个推销，2、3通诈骗电话，早已经成了普通人的日常的常态了。想必每个人都有过被骚扰诈骗支配的糟心时刻吧。冒充平台客服的人精准地爆出你的个人订单信息，一步步设套掏空账户，伪装成公检法人员的来电，用威胁话术制造恐慌，哄骗普通人乖乖转账。更有甚者，利用 AI 合成亲人的声音行骗，多少老人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付诸东流，最后只对着冰冷的盲音徒留绝望。反诈弹窗弹了又弹，预警短信发了又发，线下劝阻劝了又劝，依旧有人不慎落入圈套。可是诈骗分子倒是行动力十足，靠着无差别的狂轰乱炸，硬生生把全体的民众都训练成了杯弓蛇影的防御高手。你说这事赖谁？所以你看现在的我们根本用不着 APP 提醒，也不需要旁人劝阻，只要屏幕跳出陌生号码，自动开启最高级别的戒备。什么戒备？不接听，不回复，不透露半个字儿。反诈工作者努力许久没能筑牢的全民防线，诈骗团伙靠着透支整个电话行业的信誉，反倒替大家做到了。只是这一份以全民防骗为名的成果，代价却是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摇摇欲坠。从前电话代表着连接，现在铃声响起，先联想到的永远是骚扰、骗局与麻烦。不敢接异地来电，生怕中招；不愿接座机来电，默认全是推销。就连熟人号码有时都要反复确认，唯恐号码被冒用。这很多的人熟人号码来了不接，等到他第2次、第3次打的时候才接，因为没事他就不会找我。所以当一件本该用来拉近彼此距离的通信工具彻底沦为猜忌与防备的起点，当随时能联系上变成随时要提防，我们失去的又何止是通话本身的便利呢？职场里电话铃声等同于临时施压，人人避之不及。生活中座机彻底沦为闲置摆设，无人问津，就连至亲好友之间也宁愿打字留言，不愿直接拨打电话，怕无端打扰，更怕来电背后隐藏着未知的风险。
全民集体拒接电话，说到底是一出十足的黑色幽默。本该由监管部门、通信平台牢牢守住的安全防线，最后没能扛住乱象，反倒靠诈骗分子的疯狂侵扰，逼得每一个普通人亲手筑起了隔绝外界的高墙。我们亲手丢掉的从来不是打电话这个习惯，而是被反复消耗再也回不去的信任。我们刻意屏蔽的也不只是刺耳的铃声，而是那些防不胜防的恶意与伤害。只是细想便心生不安。当我们人人都练就一身拒接神功，对所有的来电一概设防，未来某一天，那些真正紧急的求助、久别重逢的问候、关乎安危的急救电话，会不会也被这道厚厚的心墙一并拦在门外呢？好好爱自己。有数据显示 56.6% 的人存在来电恐惧或接听迟疑，手机上的陌生来电接听率已经跌到了不足1成。去掉那些外卖、快递不得不接听的电话，营销或诈骗类的电话拒接率超过了 90%。2025年用户主动标记的骚扰电话的次数已经逼近了36亿次，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被骚扰电话问候几十次，这比垃圾短信更可恶。至少短信能给你反应的时间和缓冲的余地，但电话直接钻进你的脑子。更可怕的是，不法分子用 AI 模拟你的家人、亲朋好友，防不胜防。部分机构用 AI 一天能打出去上万个电话，成本没有多少钱，但是你接电话的成本真的不低呀。一旦你被标记成为可以榨取钱财的对象，可能你存了半辈子的钱就被骗走了。所以大家干脆选择一刀切，陌生来电一律不接。大家已经被电话骗怕了。只要你不是造家人，你的隐私在网络上基本上是透明的。虽然国家以及3大运营商都出台了相关的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但信任这个东西如果被破坏，重新建立起来很难很难。什么时候我们的实名信息不再被暴露，不再被无休止的骚扰诈骗，相关部门实实在在为大家着想干实事，我们对电话的信任才能慢慢回来。其他的领域也是一样的道理。好吧，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